的是陪伴了我们3季的老演员，因为他的段子让我们社会中很多无障碍设施的问题得到了改善，功德每天都在加一，让我们掌声有请黑灯。这意想不到，黑灯吧？我不知道他们还要来，没有想到的还是黑灯吧？我觉得灯哥已经完全在这个节目上证明过自己，挺期待黑灯。我知道他今年可能不会动他的专场，会做这种快速创作。就是遇到了一些重大事件，感觉得借助咱们这个大平台。大家好，我是黑巫师。没想到吧，这么快就回来了。我的魔杖也是买1送1的。羊蝎子，在上海市行不通的。处你羊蝎子。单人漫才。哎，开个玩笑哈。去年开始用上了这个盲杖，刚开始好奇试一下，后来发现挺好用的。有时候你判断不了这里是不是有个台阶，这么一扫就知道了，走路还变快了。用上之后呢，我都在外面行侠仗义好几回了，对吧？高铁站台上碰到那种抽烟的。我本来只需要探索面前的一小块，闻到烟味儿，手就抽搐。边打边道歉，不光提升移动速度，还增加攻击范围。推荐。当然，你们要买的话，建议跟墨镜一块儿买。怎么了？我说的是魔杖，不信你们啊？眼睛好，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确实是。都，哎，算了，扔一边吧。3月份去了趟医院，做了个检查，因为听说有了个新药，专门针对青少年黄斑变性。我得去试一下，因为想保住我现在的视力，不让它再降下去的话，只有2个选择：一，去试新药；2，去世。开玩笑的，有时候也是一条路，去试新药，然后就去世了，是吧？我这个还是比较安全的，是吧？医生做了个检查，说看了半天，你好像不是这个病。我说耳朵也坏了。他说你可能是另一个基因突变导致的别的病。晴天霹雳，这么多年白瞎了。他一讲完，我当时就眼前一黑，但我知道我眼前的黑已经不是以前的黑了。我爸妈也很错愕，说这么多年给孩子耽误了。我老婆赶紧豆包搜了一下，赶紧安慰他俩说：“没耽误，这个病也没得治。”我说我怎么能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？我做了个公众号就叫青少年黄斑变性，我做了7年了，对吧？我现在主要工作就是审核进群的资料，因为老有骗子想混进病友群，我就是个骗子。还防别人的，家贼难防。我还问人家，我说你确诊了吗？没确诊，赶紧去确诊，不然看我们这个纯浪费时间。我浪费了7年，一个盲人能有多少个7年？你现在告诉我不是个病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如何自处？我要不要退群？退还不好退，我是群主。
妇联选主席选了个男的出来。现在局面就非常尴尬，我是这个病全国最出名的患者，但我不是这个病。我上个月去南京演出啊，有个病友要来后台跟我合影，我让工作人员去带一下，我说我的前病友。他说人家病治好了，我说不是他病好了，是我病变了。他问我说变成啥了？我说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想研究这个病，我怕又研究早了。哇，吭哧作业一写完，本子一合上，别人的练习册。我对要把这个病治好已经没有任何的执念了，因为这么多年已经麻了。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那种新闻，某某科技突破，盲人或重见光明，都看到过吧？或重见光明，或你就先别出来吹了，你等哪天定了你再说。你说嚯，重见光明了。主要是说的太笃定了，对吧？好像今天整一下，明天眼睛就复明了，明日复明日。90%都没什么后续了，就纯是那种公关稿博眼球，拿盲人博眼球，你要下地狱的。而且啊，写这种稿子那种媒体老师多少也是有点责任的，因为每年就集中那几天密集的报道。6月6号全国爱眼日，12月3号国际残疾人日，5月的第3个星期天全国助残日，一个都不知道，没有良心啊你们！当然也不能怪你们，你说不放假的节日谁能记得住？设立的初衷是好的，我们关注一下弱势群体。现在完全变味儿了，就是你到那天转发一下，表示你关心弱势群体就好了。啊，平时你根本见不到这些报道，也见不到什么盲人都在家待着呢，都出不了门，对吧？就爱眼日被媒体老师拉出来，到处爱眼，没有什么实际的福利的，对吧？你给点真的实惠呢？啊，什么光棍节都能打折卖货，助残日为什么就不能？对不对？轮椅半价，盲杖3折，买对啊，营销方案都给你们想好了。哎，你哪怕把我直接拉到直播间去卖货都可以，对吧？你得让我卖货，我不卖货我就要开始卖惨了。啊，我卖起货来非常的真诚，那个话术啊，一听都不像演的。我的家人们，看看，来，新款的盲杖都需要啊，瞎不瞎的都能用得上啊。哎，瞎了的直接拍，没瞎的拍我们的墨镜套餐。今天限量500单，只要9块9，准备上。工作人员说：“黑灯老师看错了，是99。”我说：“我怎么可能看错呢？9块9，来上链接。”不要消费残疾人，来残疾人这消费，朋友们。3月份查的嘛，然后等了2个多月，10天前拿到了那个基因报告。您猜怎么着？医生看走眼了，不是他以为的那个病，也不是青少年黄斑变性，是一个跟黄斑变性很像，但是更加稀有的另外一个病。我在我们4个病友群里面找了一下，跟我完全一模一样的，就1个人。这下好了，不用建群了，我俩加个微信就可以。所以本来今年不想来这个节目的，但是发生了这么大个事儿，我觉得有必要上来跟观众们再澄清一下，对吧？主要是想找到那个第三者，我可以让你当群主。我忘了说那个病叫什么名字了，是吧？我不确定我能说下来，太长了。这个病叫做
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的 PROME 基因突变导致的视锥视杆细胞营养不良 CRD12 型 I want you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黑灯，喜欢黑灯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哇！黑灯，只有你看不清，但从大家的欢呼声中，你应该知道，你触发了金牌挑战。哎呀，好精彩！黑灯，我是庞博，我在你右手边。哎，哦，这个是吧？是的，是的。好，差不多的。我指你不会觉得不礼貌吧？没有没有，因为你根本没指着我。其实去年黑灯说，可能以后不录节目中的脱口秀之后，我们还真有点遗憾的，因为不光是黑灯代表的这个题材和人群，黑灯本身就是一个很优秀的脱口秀演员和喜剧人。就是很高兴你能回来，但没想到是这么个原因。真的是精彩哦！之前只从那个视频里边啊，这卡段啊看的比较多，在现场看，哇，都好过瘾！你这说的太好了，乐得我眼泪都出来了。我，你真的应该出来，因为这个跟你题材没关系，我觉得跟你的才华有关系。我觉得你没有，我才华还在呢，线下巡演没有停啊。啊，那太好了。我们以前做过另外一个节目，是叫《忘不了餐厅》，是有关于一个针对阿尔兹海默老人的那一个故事。因为那个节目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这个群体，具体能到什么结果不知道，但是肯定会比以前好一点啊！我就觉得就非常好，是希望你不要停止，经常来，多来，一直来。对，谢谢。黑灯其实一直已经在幕后帮助大家改稿。一起参加读稿会，反正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震惊，他就纯听然后改，有一种内功高手的感觉。我就觉得生活很荒诞，但是荒诞真的是出喜剧。你知道，因为我要做功课，然后我就因为黑灯嘛，黑灯你可能都想不到，我去关注了青少年黄斑变性关爱中心的公众号。然后我居然发现我的朋友圈里面除了我之外，还有一个人也关注这个公众号。然后发现我现在是不是需要改一个公众号去关注了呢？没有，还没有建公众号呢。我特别同意那句话，就是我们不要去管黑灯自己的这个情况，他本身他是一个太优秀的脱口秀演员了。因为从第1季开始，包括这次，这我真是我一直憋着等黑灯突然出一现挂的时候，就赶紧给他摁灯。因为我好几年一直就逮你这没逮着，你知道吧？这个吧，你说出来感觉好像挺容易的，不就砸前面那演员们这那个，但是很难，因为他基本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去准备，且你看这真是天作之合，他就拿着这盲杖，然后他就能和前面那节目这么快的组织出这么多合适的包袱，哎呦，而且不是一个包袱，是一个连环套楼上楼的包袱，串踢的，你这东西，那我，哎呦，您说。因为后面那个叫备战间的吧，其实没剩多少个人了，然后他们也都很焦虑，然后就问我说，就剩我一个老演员了，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？我说，不要现挂。你这个建议啊没有错，因为后面的人很难翻过你这个现挂。我现在不知道他们怎么想我，就是上兵伐谋，因为我就觉得可能挂不好就会适得其反，所以啊。但是我是刚才在等的时候突然想到的，我说哎，是不是能？但你挂得太好了，因为我之前写这个的时候，我说是个法杖呀，我说哎除你烟屁，结果观众也很多没有看过《哈利波特》，所以我这个后来就删掉了。然后我刚才听他们，哎，人给我铺垫完了，正好。喜剧上有这个无障碍通道啊，真是。黑灯今天穿着一身粉色，然后他那个衣服后面还有个小包包，他就很像一个顽童。这是背了一身的包袱。黑灯开启了金牌挑战，也是我们常规轮次里最后一个金牌挑战了。会不会有备战间的朋友向黑灯发起挑战呢？请看大屏幕。黑灯有2位朋友在备战间向你发起了挑战，分别是帆不凡和海宇。我们先把黑灯接到休息区来。接下来要上场的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，需要大家放轻松，
另外一件事儿需要你们继续放下道德的枷锁。我们掌声有请帆不帆。你之前认识帆不帆和凯宇？这帆不帆应该讲的时间不长，第一次是在地狱笑话上面认识的。我说，发现一个演员，说这个讲的还不错。原来你是他的伯乐。没有啊，他不是三角猪吗？我不推荐，三角猪也推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帆不帆啊，鼓掌吧，嘿嘿。又是个残疾人啊，对，一直熬到最后，残奥会。大家现在对残疾人讲脱口秀应该已经习惯了吧？不习惯也不用紧张啊。我虽然第一次站在这儿，但是爱奇艺已经给过钱了啊。我这个手是先天的畸形啊，右手只有3根手指头能用啊，中指和无名指是缺失的。怎么说呢？我跟黑灯一样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很多朋友都说我脾气好，真不是，没有办法竖中指。我跟我朋友说你给我滚。我朋友愣了一下，说帆哥你这个挺摇滚呀。对，大家想笑就笑，毕竟在一个公众场所嘲笑一个残疾的机会也不多，尽量不要捂着嘴笑，太冒犯了。因为你捂嘴的时候，我是能看见你的5根手指头的。我还挺喜欢我这个手的啊，做了个美甲，大家看到了吧？不灵不灵的哈。对，有人说好看，有人说给你做怎么着得少收点吧。何止少收，临走都让他给我捐了点儿。左手也很特别，指关节伸不开，只能这么勾着；腕关节也是固定的，也只能这么勾着。就这么说吧，我要是去挂单杠呀，只要没人把我取下来，我能挂到挂。手腕很硬是吧？那有一次遇到一个阿姨啊，头一回见面就上手摸，其实我不介意上手摸，但是不要突然上手。阿姨突然握住我的手，她左右摇摆，她真的想给我掰直她。阿姨问我你疼不疼？我怕阿姨心疼，我说阿姨我不疼。结果她又加了把力气，这样疼不疼？我说不疼，就是有点想还手了。而且很有实用性，因为我朋友出门都喜欢带上我，他们说我这个手太适合挂包了，能挂得特别紧。哎，有多紧？台风天出去拿外卖，饭被风吹走了，袋子还在我手上，我都不用怕有人抢我包，因为他只要不撒手，我就得跟他一起回家。也算是一种人赃并获。最大的好处是教育意义。我有一次去电玩城，一个妈妈不想让孩子玩游戏，就看见我的手了，转头就跟孩子说：“看吧，游戏玩多了，手就会像哥哥那个样子。”我说：“弟弟，你别怕呀，哥哥这个手啊，他是写作业写的。”都不喜欢写作业是吧？我也不喜欢，但是我很擅长写作文。我写作文有秘诀，一般都能拿高分。作文只要把开头结尾写好就行了。我开头一般就是作为一个残疾人，中间有点墨水就行了，结尾就4个字：自强不息。我这个手能选择的工作不多了，像什么二胡卖艺、按摩推拿，这些传统的残疾人手艺啊，都做不了了。所以我只能选择一个行业，叫程序员。其实没什么可惊讶的，因为很多程序员干久了跟我差不多。而且程序员最适合我，因为3根手指头就够用了。Ctrl 加 C，Ctrl 加 V。哥哥，你也是吗？
啊，你也是，那你其他手指有点多余了啊。开个玩笑，开个玩笑。而且我靠这3根手指还做到了领导的位置啊，对，谢谢。所以你们不要看我手这个样子，其实呀，我手底下全是你们这个样子的。对，哎，我适合做领导，我从不对他们指手画脚，没必要是吧？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手腕很硬。我现在觉得我这个手其实够用，是吧？你们能干的我都行，玩手机1根拇指，刷视频点外卖，非常流畅。我觉得其他手指有点多余了。真的，我这个手完美适配手机，我甚至已经有了手机支架。哎，天生我材必有用，防抖防摔超稳定。我虽小残但大将。总有朋友说：“哎呀，手握不住手机，掉下来砸到脸了。”哎，那个你会不会是手残呀？怎么说？我这个进化的有点太快了，你能理解吗？就按照现在人类对手机的沉迷程度来看，人的手有没有可能就会进化成我这个样子？所以我这个应该是对未来人类的进化的一种探索。所以我不是残疾，我是人类的一种概念机。我也不是讲脱口秀，我就是在搞未来人类的发布会。我也不是帆布帆，我是帆布斯。怎么样，还是有点墨水的吧？是时候说那句话了，自强不息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帆布帆的表演，请锁票，我们再给他一轮掌声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脱口秀啊？我有一个更加地狱的事实想告诉大家。戴维，你不是人啊，因为他签约的俱乐部是三角猪俱乐部。好有力量哦！谢谢。你的力量，我觉得已经到达一种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是没有进化好的那一步。你是一个先驱者，我们是坐骑，对不起。太好了，太有感染力，太有那个能量了。谢谢。然后你让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到底怎么看待，是我们自己决定的。没有故意要冒犯你们啊，真的。这不是故意的。你是怎么进化出这套理论，或者是你是怎么？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一开始肯定是会有一些，比如说会自卑吗，还是怎么样？但是你又从一个漩涡当中长出来的感觉。其实自卑是比较早的时候，早期会自卑。你看我现在这个状态，应该不太会自卑。完全没有。对，以前会有，但是我觉得都是正常的。就每个人可能都会因为自己身上的一点什么事儿啊，都会有自卑。我觉得这个正常。我有这个进化的这个想法，主要是因为我之前写段子都在写自己手上有什么好处，写着写着发现，哎，我好像啥都能干。那我有没有可能就是，而且跟手机这个真的很恰当。是你刚才那个太丝滑了。我有一天就这么甩手机的时候，他就上来了，是吧？我就觉得，哎，这还挺有意思的，我就这么写了。太棒了，太棒了！谢谢。特别感谢您，感谢您拯救了我们。不客气。因为什么呀？有的时候碰见这个残障人士朋友们，您讲这脱口秀啊，我们都会有一些个道德负担和心理压力。这么多人看着，给不给？给吧，是吧？你成功的拯救了我，因为你太有意思了，足够好笑，让我一点负担都没有。主要还是包袱足够好啊，这是硬实力。谢谢。所以说刚才郭麒麟说的这个心理负担是前面的黑灯啊，不是啊，我对他一点负担都没有，没负担。所以说我觉得他们都是。
就特别强大的人，他是一个特别松弛的状态出来的。其实他讲到最后的时候，我恍惚了一下，我好像被他那个理论给说服了。我觉得好像是应该往那个方向进化。我觉得不要相信啊，段子就是段子。今天这个舞台让我有一些前所未有的属于哲学的一些时刻。就哲学，就你看待世界的方法跟角度吗？你知道，作为一个每天至少被手机砸1次以上的一个人来说，我突然发现人跟人的身体只是不同，而不同它决定了我们跟世界连接的角度方式是不一样的。除此之外，它没有其他的不同。这是我的感受。谢谢你带给我这样的感受。谢谢范布斯。谢谢范布斯，非常精彩的演出。那我们等3位都表演完，一起来揭晓分数，请你来到黑灯的身边。黑灯，你不会要去接他吧？哎呦，小心小心，这儿有一麦克风，什么天作之合？这事儿太有意思了。这要是别的朋友把我们赞助商做坏了，那这赞助商不开心是应该的。在这2位朋友手里，你们应该不会不开心吧？没事没事，谁都有没看见的时候，何况是你呢？基本上不会吧，像我做饭呀，各种东西，我现在也是独居嘛，这个各种东西其实都不影响。我们还有第3位要上场的朋友，大概率不会延续这个轨道继续向下，而且他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。很多朋友希望人生是旷野，但这位朋友出生就在旷野。我们把掌声给到来自一支麦的高原男孩海宇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海宇。说实话，朋友们，现在我的稿子是什么，我已经完全忘记了。我今天的表演主题只有几个字：关爱残疾人。太难了，朋友们。我走上这个通道，我第一次为我身体的健全而感到。你告诉我怎么打？中国历史上有谁一次性打过2个残疾人？只有我打了2个残疾人。都不一定会上热搜。我刚才在那儿待了20分钟，我在想，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残疾一下？所有朋友往我这儿看，我的牙掉了一颗，你们觉得算吗？不是刚才打掉的，真的是前几天才掉的。所以接下来我的表演如果没有接住这段线挂，请大家不要怪我，因为我的技巧老掉牙了，不好意思。谢谢大家给我的热情，我们现在可以听正常人讲脱口秀了吗？可以，对不对？谢谢大家，我叫海宇，开始我的表演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来自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，大家听过这个地方吗？感谢大家，因为跟人介绍家乡会很困难，基本上大家听到就会问，甘孜州是那个明星丁真那个甘孜州吗？我说对。他说那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一下。丁真对大家来说可能算明星，算网红，但他对我们这种小山区、藏区，
他是我们的图腾。因为没有哪个明星比他走红的更简单了。传闻中，就出去买了2桶泡面，被拍了几张照片发出去，网上所有人网友炸了，说这个笑容太纯真了，他就火了。他火了之后，我身边所有藏族哥们儿疯了，说他有老子纯真吗？他懂微笑吗？他们觉得丁真走红的所有过程有一件事情格外的重要，买泡面。你就说纯真不纯真？那段时间他们天天出门买泡面，我们县城超市老板出门买泡面，但凡看到大街上有游客拿着手机照相机在那拍，他们就开始表演纯真。师傅，拿2桶那什么师傅。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喜欢他，因为他很多时候接受采访会说藏语。我真的觉得，不管你这个人啊品性如何，你只要会说几句藏语，你给人的气质就会不一样。因为我们小的时候，所有的电视剧都被翻译成了藏语版，然后这个电视剧就没办法再看下去了。你们有没有看过藏语版的《古惑仔》？发生在香港的甘孜故事。山鸡哥哥说：“老今天卸你一条腿。”扎西德勒。你就说虔不虔诚？你听完感觉整个铜锣湾真的很需要你这一条腿。如果那个时候跟他们2个比赛，我早就捐出去了。《还珠格格》也是藏语版，多少人的青春，《还珠格格》说藏语，一个汉族人扮演的满族人在说藏语。我只接受容嬷嬷说这4个字，因为这样对紫薇可以好一点。你扎他一针，扎西德勒；再扎一针，扎西德勒。紫薇说：“哦，扎死得了，别扎了，太痛了，别扎了，别扎了。”后面我就来到大城市，真的朋友们，我感受了大城市的生活。但是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，我觉得像我这样在藏区长大的孩子，其实我们不太适合做单口喜剧，因为我们有点太快乐了。我也是来了大城市才知道什么是原生家庭。我们那边真的没有，我们原生态家庭。我当时有一个同桌，他高考前的数学模考考了137分，他跟我说他回家会被他的爸妈打死，原话打死。理由是他上次考了140分，退步了。我真不理解，我当时的心态就是那种非常传统的篮球教练。我想这3分有那么重要吗？考好了会紧张这个事情，我作为一个高原上长大的孩子，朋友们，我真的不能理解。因为在我们那边，所有的情绪表达都很简单，都只有一个出口，我称它为“给黑黑”。大家都没有听过，没关系，我会在这里跟大家示范一下，但是你们不要害怕，好不好？我不会突然变异。很简单，就是说，不管我们的情绪是什么，我们小的时候面对草原，我们就会本能的吼出这么一声。吼完之后，不管什么情绪都可以立刻消解。真的，小的时候我们放牛的时候会给黑黑，把牛做成牦牛肉会给黑黑，牦牛肉卖不出去给黑黑，
丁真直播把它卖出去了，给嘿嘿。全民给嘿嘿。所以我来到大城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跟我在这边最好的朋友分享。他听完以后不开心，他跟我说：“我觉得你这样吼就没有边界感呀，你当着陌生人面你这样吼你就没有边界感呀。”我们那边连边界都没有。所以我们敢。我总结过我生活的很快乐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那边的父母就这么养我们，你懂吗？他们对孩子没有什么期待，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。高原上真的没有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，因为他知道这么多年生活在那儿，高原上不长这个东西，全都是牛和马。所以我也会有点割裂，因为牛马在我们老家真的是个褒义词，代表着自由、放纵、给嘿嘿。我觉得永远不会有一个藏区的牧民在放牛的时候，突然就看他们家的牛不顺眼，然后就开始骂他、抽他，说你今天为什么只吃了137根草啊？是不是最近没有认真上坡？你觉得你牛吗？你能不能学一下别人家的牛？早早的就去了某利某牛那种大厂。再不认真吃草，我跟你说，以后长大去当牛吹吹吧。所以吼出来真的很重要，朋友们。我在大城市待了很多年了，我身边大城市的朋友已经没有人有吼叫的能力了。你不学会吼叫，你在大城市待着，你就是会碰到障碍的。双向情感障碍、自恋型人格障碍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。大城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障碍？就这些东西在我们老家统称为想得太多，也就是不给嘿嘿。我真的觉得高原上长大的孩子很难得 ADHD， 因为我当年 ABCD 都学了7、8年。你在我们那待着不可能注意力缺陷的，因为你能看到的东西就那么多。你稍微一缺陷，牛就丢了。所以，更文明真的会更快乐吗？我觉得不一定。今天你们很早就准备了，坐大巴来到这里，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追星。你们很累，但你们在看到你们想看到的那些人的时候，你们会瞬间回到我的老家。对，就是现在这种声音。就我们刚才的这个情感交互，只有我们老家才会出现的。所以我把给嘿嘿推广给你们，你回家自己吼就可以了。它有很多应用场景，对吧？你们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带上它。高铁、飞机你就揣着它。你真要休息，旁边一个小孩开始哭，所有乘客不敢说话，就你站起来看着他，哎，小孩。你又没有骂他，你也没打他，甚至这句话跟他的爸爸妈妈没有直接的关系，但是所有乘客都会向你投来一个眼神。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休息，可以去我们那边玩一玩，对吧？你们可以在大街上随便吼，当然你们也可以带上相机。如果你们看到有人冲着你们笑，不要害怕，我们以为你们是星探。下一个丁甲要来了。我讲完了，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谢谢韩宇的表演，喜欢他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了为他投票，请走票。太好了。不能听黑灯的，就是得整这种现挂哈。
现挂是你弄得好，他就是好，这是给逼急了呀，这是。太强了！我说这一组从头强到尾，我觉得他特别聪明，因为前面的那个势能已经把整个场子给掀起来了，他又现挂了一段就更热了，结果他往后越来越猛，越来越猛，我就坚信真诚是能够打败一切的魔法。还有点难度，那个是这怎么叫？我的天哪！我仿佛已经去到了甘孜。我觉得他最狠的是表演结束之后，他一句话都没说过。海宇，什么感受？谢谢大家，因为第一次来，还是演完之后会有点紧张，就还是有一种不可置信的感觉，所以感谢大家吧，感谢大家刚才给了我这一切，谢谢。大林这待了3年了，还是会有新朋友带给你新惊喜哦。我有点累了，说实话。这个密度太大了，而且他特别厉害的点在于，本来已经特别热的场子，他没有说我就一定咣咣咣咣咣我全凿给你们，然后他还敢去等，还敢这么去演。我知道您那边有转世这么一说啊，就是查没查过之前是哪位大王转世的？您这是？您干这个干多长时间了？今年是第6年。行，我没什么，我就想给黑了，我现在觉得。好标准啊！大林这种内敛的性格，需要偶尔自己给一下的。我前段时间刚去过藏区，就是你一下给我带回到那儿的善意，那儿的纯真，就是大家会彼此看到，好像就像你描述的那个画面，就是大家无论语言都可能不通，但是大家会给你一个很热情的微笑。是你掏相机了是吧？我牙掉了，最近就不太敢笑，不好意思啊。还有你说到那个牛马的时候，我还真的有点感动。就是本来牛和马就是好像我们以前会说是诗和远方的一样的地方，但是现在它就变成了一个好像很疲惫的词语。对。然后你说到人真的文明了就会快乐吗？就是你说到了，不光你给我们了很密集的快乐笑点，然后你还会让我们想到很多东西。我觉得太棒的一篇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，感谢。然后好像我们都把。就是你教我一下。是吧？只要音调够高就可以。你给再来个标准，它可以是任何东西，只要你音调是桃花山口也可以。我觉得在这么一段自由奔放、酣畅淋漓表演之后，你做任何的评论都显得特别不给黑。但是我还是从中感受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，它是一种很可贵的表达，只有海语可以表达，就是任何人的纯真都不为别人而存在，只是因为纯真是他们的生活方式。所以谢谢你带给我们这种给黑。谢谢，感谢老师，谢谢。我们一直觉得是温文尔雅，然后老师把一些能量输送给别人，然后自己一直是很沉稳的状态的鲁豫老师，我就特别想听一下你的给黑。咱所有人一起吧，好不好？来，3、2、1。我怎么刚才突然有一种《阿凡达》开会的感觉？太棒了！因为以往我们有时候听音乐的时候，大家会说一些少数民族的音乐会带给我们那种自由奔放。我今天特别开心，是脱口秀的舞台上也开始有这种气质、这种风格、这种本真的东西，有演员开始传递它。谢谢海宇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海宇自己的专场也在演嘛，叫那个不纯粹，对不对？哎，是的。大家有看到他的专场门票背后是甘孜的景点，如果你去了之后，值得留下来驻足，好好看一看，掏出相机，端一碗泡面，在那儿拍一张照片的地方。所以也谢谢海宇。对，我在这儿谢谢大家，我特别感谢一下成都一直麦喜剧的工作人员，是他们设计了这个票根，所以我们把掌声献给他们幕后的工作人员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海宇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特别辽阔的藏区草原，他们的天然的
快乐，原始的快乐，会给我很多的感动和很多的向往。我其实真的已经很久没有给黑黑了。我现在在城市生活，其实我已经没有给黑黑的能力了。我确实很怀念当时可以随意给黑黑的自己，这也是我想写这篇稿子的原因，就是找回这种能力嘛。高原上的云，它其实就给你一种，你看着会有一种自由的感觉。你现在看到的天空，其实你会觉得离你还是比较远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再往下走，越往我们老家走，你会感觉你离天空的距离会越来越近。听到了吧？大家这样去吼叫之后，你会回到自己可能刚出生的时候吗？你跟这个世界打了一次招呼，但是为什么你长大以后就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打招呼了呢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，你听到的就是风的声音、鸟的声音、虫的声音、牛的声音。你能听到的声音，你就知道那个声音是什么声音。但是在这边，你听到的声音太多太复杂了。我小的时候用这个都可以吹口哨，现在都不行。现在可以吗？吹不上。退化了，真的退化了。嘿嘿。他们不认识我了，对，他们觉得我是外地人。我现在非常不纯粹。如果你进化出来了聪明，进化出了成熟，当然是好的。你在进化这些东西的同时，你肯定也会进化出一些对应的复杂、对应的圆滑、对应的人情世故。希望一切可以变得简单一点。虽然它肯定不会发生，但是我希望有这么一个世界，大家都是傻子，都是简单的人，能够退化一点会更幸福。燕子啊，燕子啊，你飞过了美丽的岛屿城哟。谢谢，哎呀，好精彩的一组对决呀！我这个接下来的请求特别缺德，我请帆不凡扶着黑灯来到台中央。太有爱了！在场有一位算一位，没有人能猜出结果。我们看一看所有人最后的选择，最后会是什么？请看大屏幕。我觉得黑灯的胜率最大，他真的是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幽默。一定是韩语啊！韩语控制了整个现场，他控制了所有人。烦不烦？他太有优势了，段子非常精彩，人格魅力更大吧。他们那一场对决里面，我觉得整个喜剧的舞台的底色都是红色，在翻涌，在滚动，在燃烧，太有生命力了。这是第一次一组对决的3位朋友都超过了200票，黑灯的成绩216，帆不凡的成绩208，黑灯也已经打平了第一场的最高票，而海宇的成绩218票，是截止目前为止最高的分数。就像梦里面那种很复杂的一个场景。我赢了，我知道我赢了，就是脑子里面就一直在重复这句话，期待这一天，期待了太久了，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些时刻，不要辜负这么久自己的等待和期待和渴望。第一次在韩语上看着那种血性，藏族爷们的那种气概，就不畏惧任何的舞台的那种感觉。韩语应该代表了一类演员，不被人看好，
不被人认可，在线下一直深耕。大家看到是拿这么高的票，应该很多现在还在迷茫，还在线下，然后有好内容的演员会被这段所激励到。那组对决确实非常非常精彩，甚至有可能是《喜剧之王单口记》这个节目里面最精彩的对决了。感受到吼叫的力量了吧？喜剧的内核是吼叫。希望后面的人挑战我们的时候注意一下，尊重。希望大家都有这种顶住的时刻。我们一定都会有这样的时刻，我们一起加油。我们是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不许还手。我要遗憾的请帆不凡再次扶着黑灯走一段崎岖漫长、没有任何功德的路，没有任何悬念，等你们回来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再把掌声送给舞台上的韩宇，请前往晋级区并领取属于你的金牌。感谢，大家都站起来了！感谢所有现场的观众。我想，只有在喜剧的现场，一个人暴打2个残疾人，然后才能赢得全场的欢呼啊！我觉得刚刚的比拼没有输家，但喜剧胜利了，谢谢各位。随着刚刚一组非常激烈的韩语暴打残疾人，18组常规挑战全部结束。爱情。